外交有点前景看绿，内政啊也是一塌糊涂。我们来看到这几天，这个是松山分局，应该说整个警界大丑闻连环爆哦。那当然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水很黑啊，也很深哦。尤其呢，关于这个松山之乱这个事情哦，其实在今天呢，就是说黑白两道啊，还有这个甚至在议员蓝绿议员都有人介入，都有人关说乔氏。我想就是强哥台北市议员嘛，这个部分你是有掌握到什么内幕吗？我要跟大家讲哈，其实我觉得松山，大家现在主要都在讨论松山分局，我讲错，重点不是松山分局，其实更重要的重点是北投分局。对，北投我们也会讲到，北投我觉得才是真的重中之重。可是松山分局你都还没讲清楚啊，你这就责任只有在警察吗？我要跟大家讲啊，松山分局的问题它显现的是什么？显现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警界里面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沉疴了那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那种闹事，然后私了，然后跟黑帮所谓的那种纠结不清。很显然，这中间其实你从外面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嘛，就这么简单。否则为什么我今天要甘冒大不讳，然后去帮你做一些遮掩？那离谱到一开始就说是因为停电造成这个录影的那个画面没办法出来，然后接下来变成是他不会操作。然后到最后发现根本就是你在刻意的应该故意删的，然后刻意的掩护那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的警界的一些所谓的问题坦白讲是越来越严重。那像之前像一些毒品丢包啊，还有包括说一些包庇或是收贿的事情，就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警界是为什么问题越来越严重？警界的问题为什么会严重？因为我说实在话，现在监督政府的力道很衰弱啊。那基本上很多事情，大家如果说最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还是从政治立场去看的话，那说真的，你就没有办法找到问题的本源嘛。那为什么刚刚讲说那个松山分局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盯得很紧可是我比较想谈的还是北投分局的事情。原因是在哪里？因为北投分局你要知道，北投分局它离谱到什么程度？就是涉及贩毒，涉及贩毒。你是说那一位就是民进党的高干台北市党部对高干之子？错，他本身就是民进党，他本身也是民党员啦，选对会的那个成员嘛，他就是民进党的党员，而且他就是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的高干本身。他不只是高干之子，他是所谓的正二代。然后呢，他父亲是高干，他也是高干。所以他不是高干制，所以民进党要切割说这个跟他父亲没关系，我可以接受跟你父亲没关系，但是他本身就是民进党的高干那一个民进党的高干，然后呢，今天涉及贩毒，那最后可以拿到笔录，然后还可以用这个来去兴师问罪，兴师问罪。那我就要讲，请问北投分局，你今天只有2个可能性嘛？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有什么把柄抓在这个毒贩的手里，你才能够让他这么嚣张的兴师问罪。就像说松山分局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为什么要去甘冒大不讳的去帮他删影片？你摆明了你跟他之间，他一定有东西你掌握在他手上嘛。所以他所显现这个冰山的一角，那底下那一层冰山，才是真真正正就是说他今天贪赃不法所遮盖的东西是在那冰山底下。但是同样的，北投分局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今天一个堂堂的警察，就是官兵是要捉强盗，官兵是要捉毒贩的，你有见过竟然有毒贩回头来跟官兵兴师问罪这种事情吗？太离谱了。然后或者是警匪一家亲，对，警匪，对，好，那就这2种。第3种可能性是说，你怕他嘛，因为他是民进党高干嘛，权贵嘛，那。这显现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发现说，现在我们的警纪已经是完全处在一个崩溃的一个状态，真的是崩溃的状态啊。那你对照过去之前发生很多警察的一些状况，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笑的情形。不是桃园就有一位老师，对不对？走在路上就可以被盘查，然后警察就可以把他这个压制在地上，然后扣押他9个小时，只因为他走在路上。然后没有任何的犯行，然后呢，我们的民众陈抗，对不对？然后警察可以假摔，然后去构陷他，然后去法办他，然后民众在街边挥舞中华民国国旗，那竟然也被法办。对，可是
警察对一般的民众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的时候，你会看到对黑道、对毒贩、对于所谓民进党的所谓的权贵，他就展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面孔。所以说到这，我必须还是要套用坚哥的一句话，就是王世杰议员嘛，他就说警察现在欺善怕恶，除良安暴，对，除暴安良，现在真是反过来啦。对啊，你一点都没错，真的是。我只问大家一件事情，我就问一件事情嘛，大家仔细想想看，5年前是这个样子，我就讲白啦，5年前是这个样子吗？马政府执政的时候，你有听过这种事情吗？有没有听过？你跟我讲有没有听过？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嘛？为什么？因为我就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对，为什么沉沦至此嘛？上梁、中梁都出问题，下梁自然歪嘛。那是不是上梁也在搞人事斗争？我这边我就直接挑明了说，陈家清和徐国勇，他们的人事斗争已经期来已久。其实不止陈家清，没有，那你就搞得基层就这样子啊。还有包括苏贞昌都是在里面嘛。苏贞昌在人事上跟徐国勇中间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大家也都人尽皆知嘛。所以他们在做所谓高层的权位的斗争，然后呢，他不关心基层的所谓的我们讲是经济的风气的败坏。对，那当然我也要讲柯文哲，然后在人事制度上面乱搞一通。对，那当然我要讲柯文哲也有他的问题，就柯文哲跟个路人甲一样，坦白讲，就讲说我早就知道那不是真的，那讲这些话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身为台北市长，对台北市的警政，你就有一份责任。当然，因为警政是那个一条边嘛，好，所以因此他的人事派任，就柯文哲影响力是有限，但是你还是对于警察局，因为在台北市里面，你至少一些政风督导或是有一些力量，你还是可以有一些掌握力。可是他也说了就前2天的市政会议，我已经请陈家昌去专案报告啦，但他就不告诉我，不吐实，我有什么办法？他到下午到市议会才讲。对啊，那对不对？那柯文哲也很委屈啊。所以他委屈就要去跟那个徐国勇跟苏贞昌讲嘛，就是说，当然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讲说那个一条边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了哈。可是柯文哲也确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那种诟病他太状况外了。当然他也讲说，那陈家昌不跟我讲，我也没办法哈。那没办法，那你就要处分陈家昌了嘛哈。那所以我要讲说，刚刚其实千惠讲到了很多的一些状况跟原因哈。那里面我就要特别点出一个现象啊，那个现象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真是党政无敌的时代？真的哦，就党政无敌的时代，你横着走你去看啊，最近有一个乡长，因为民进党的乡长，也因为绿电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爆发所谓的索贿1400万啊，1400万也是民进党籍的，然后大家都已经忘了吗？李义祥。太鲁阁事件的那个包商，对不对？当过民进党的党代表，然后呢？然后前科累累，还可以接一大堆标案嘛？接一大堆标案，那就是党籍正确嘛。对。然后柯建铭的儿子不涉及具名运毒，对不对？然后也没有事情啊，就是贩毒的起诉，然后他儿子吸毒的缓起诉。对。吸毒的没事。然后他跟你讲的理由不起诉理由是说。不会有人具名运毒，具名运毒怎么他如果要运毒，他不会用自己真的名字。那网络上就有人就笑啦，就说那我就以后我要贩毒很简单，就是具名运毒。那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可能这个新闻没有被特别关，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传媒的老板他就是做了一个影片在哭手嘲笑这个所谓具名运毒无罪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影片还蛮红的，就他最近就突然就。收到毒邮包，用他的名字寄，然后他就说，就是有点是要将他一军。对啦，对，他就说你说具名运毒这个无罪，你要哭手，那我们就具名运毒给你看看，就写你的名字。他想说，你搞这种事情也算你厉害，他还被那个调查局正在谈哈。可是我要回头讲，你如果单一的就算了，一个，我跟你讲，都是跟民进党有关的。对。那我想请问你，你不觉得中间原因出来了，就出在一个最简单一件事，就绝对是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嘛。你现在说真的，民进党的权势滔天，你谁敢得罪民进党？你讲检察官敢得罪民进党吗？你有没有去看那个李龙祥、陈龙祥这检察官？只因为办了一个我们讲那个段宜康的曲棍球案，对不对？对。然后。他的那个处分不如段宜康义，段宜康就跑去找监察委员，然后去纠正调查弹劾他。对，然后最后工程会虽然最后还好出来打脸，还他清白，可是
那过程当中，请问这个检察官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真的而今天当一个打手的高永成这些人有事吗？没有啊，一样领部长级的薪水，将近1个月20万啊，荷包入袋啊，然后当打手去搞别人啊，他都没有事。那你这些一件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说所谓的寒蝉效应。那你去像北投分局，除非说刚刚讲说今天有所谓的那个毒勾结的这件事，那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为什么他可以大拉进去兴师问罪？你从那基层远景的角度来看，他怕什么？他不就怕你背后那张党证吗？对，而且他不止在那边兴师问罪哦，他还在北投分局见他的小弟，他小弟是借题哎，抓去关，目前坐牢哎，借题出来，跟检察官一样。对，然后他可以在北投分局见他啊，吃便当，哎，还 po 脸书哎，够嚣张吧？对，所以我要讲的是，怎么样？北投分局现在已经成了你知道这些黑道的小弟了，你知道吗？帮他跑腿的，然后被骂，变土匪窝一样嘛。我就可以大拉拉到你那边去，好像是我的乡堂，对不对？对，你可以在那边吆喝，对，吆喝大家。对那些警察在那边，你真的你觉得我要讲就是说，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我还是要再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请各位网友回忆一下，不久5年前，就5年前这些事情会发生，有可能吗？有可能哪一个国民党的高干，涉及贩毒，对，还可以大拉拉走进这个警察局里面去兴师问罪，有这种事情吗？国民党不是说今天每个都干干净净，没有人涉贪的涉黑，但是国民党就算有人涉贪涉黑，你有看到这么嚣张的人吗？国民党的人如果犯了事情的话，我告诉你，真的是万箭齐发，全部开始狼牙棒打起来了。可是我觉得，你看这消息爆出来了嘛，市警局长陈家昌说，北投分局借题人犯过程有疏失，会追究行政责任。哎，这2018年的事，哎，2018年的事，对。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没有被掀出来的话，你们也就这样了，就盖得很好啊，船过水无痕啊。对啊，你看2年呢，那没有被掀出来就没有行政疏失了。对，所以。就是你变成是官官相护在不断的遮掩了，好，那遮掩到现在，那累积起来，我告诉你，就是我也要跟大家讲，现在真的是在一个快速的腐败跟腐朽当中，但是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可是很多人就问，你看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在监督执政者？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可以挽回，我们不花尽所有力气去监督，哎，现在民进党才执政5年呢。你就看这些所有狗屁倒灶的事情一个一个发生，你可以想象他执政8年嘛，你可以想象他执政16年嘛。所以万事的很多东西，你要跟我讲去究责警方，当然要究责；你要去落实稽查，要落实。那你要今天要去法办这些人，当然要法办。可是那个上面那个腐败的源头，对，如果你没有去解决改变它的话，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啦，真的层出不穷。现在台湾就是2个世界嘛，一个就是今天。我们遇到了，你可以拿着民进党党证横行无阻，好，就这一块，那另外一些所谓的，就算你不拿民进党党证，你有点良心，你不愿意拿民进党党证去为非作歹的人，对不对？你看到民进党还是要害怕，你也是要礼敬民进党3分，为什么？因为就民进党会查你水表，所以你看到恐吓检察官、恐吓司法官，然后查人民水表，动不动涉违法去法办别人，然后假摔。然后这个法办挥国旗的人，这一整块的东西，他在传递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就是你们都给我乖一点，你们不要来反抗我，反抗我你们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就像说民进党像我自己身上背4条官司嘛，对不对？用官司来弄我，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没有民进党的人财力丰厚啊，对我打1庭可能就10万的律师费就要花，那我打个2庭。打个3庭，那还得了？那我其实对我来说财力负担是很大的，对你来说也是消耗战。对啊，那我也讲白了，我最近才一直很想问谢长廷一件事情嘛。他虽然我赢了这个官司，大家都觉得为我庆幸啊，可是我跟大家讲，律师费我照花，是啊，对不对？那谢长廷律师费谁花的？我很怀疑是国家花的，因为他是驻日代表，他搞不好是国家花的。谢长廷当然不是，谢长廷来澄清我啦。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方式叫你闭嘴，他就是用各种方式叫你闭嘴啊。当大家这一块成功叫大家闭嘴之后，就出现第2块人，就像北投分局的事情，就像李义祥的事情，就像说今天那个绿电这个贪污的乡长的事情，就像柯建铭的儿子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因为大家不敢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所以我就只能纵容跟包庇。
那纵横跟包庇的结果是让他们更加的属于嚣张。我跟你讲，这整个就是一个共犯集团啦，对不对？共犯结构嘛。而且你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哦，就觉得这黑道很烦呢，他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在拍电影，是不是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北投嘛，哦，那个北联邦，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赵介佑，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哦，他就是混迹北联邦，但不管啦，他主要这个是呢，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在那边啊，反正就是有人在那边开枪示威啊，所以北投分局在今天说呢，哦，要斩断黑帮的接应手脚啊，反正就扫黑就对了啊，然后策动这个嫌犯，然后自己出面投案，那大哥出面了嘛，小弟还开着保时捷一路护送嘛，护送也没关系，一路拍哦，啊，就很风风光光的，然后把这个影片提供给媒体。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会这么嚣张到这种地步？孰令自知？没有，我就讲，其实对这些黑帮来说，他可能还觉得是个光荣。是啊，所以你看，哎呀，我可能最多进去进修一下，进修一下怎么样？身上就是这个多一个杠，就是升一级。所以一路拍留下记录，还给媒体用。对，风风光光，他不在乎这个事情，不在乎这个事情。第一个，我们的处罚跟所谓的制裁的力道就是不够嘛。那第二个就是我跟你讲，你现在在风头上，对不对？大家要办这个事情，不要担心，不要急嘛。1个月后风头过了，我一样只要党政关系良好，我还是可以有后面的方式去压平这个事，或是大事化小，就算不能小事化无，对不对？我至少大事可以化小，我可以让这个事情我要付出的代价变得更低。否则你要看今天已经事情闹那么大，他还怕事情闹得不够大，他让事情闹得更大，为什么？为什么？他视他为一个光荣啊！他其实要传达所有讯息给所有的一些黑道的一些小弟，大哥，我是很荣耀的在做这件事情。你看，大哥荣耀到什么程度？不但说我今天很这个光明正大，让你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即便我是被法办、被查办，我一样很光明正大告诉你。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看我的关系后台多硬，民进党党政，对不对？做靠山，做后面我们的所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依靠。所以意思是，你们大家今天如果要投奔黑道不用找别的分号了，我这个分号最保险，对不对？党政一把通，然后呢，我今天警察还要让我就是当小弟一样使唤，对不对？然后我今天犯了事，对不对？可能还有警察要帮我去湮灭证物，对不对？然后呢，我今天的小弟如果在里面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情，我还可以去把他提出来教训，然后我还可以到警察局去开香堂去兴师问罪。你有看过这么威风的黑道吗？我看了，我觉得大家有看过这么威风的黑道吗？所以到底是谁给他们这样的空间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才就是权力者啊。是，所以我才要讲，就是说，你说这个东西，那能怎么弄？能怎么办呢？对不对？水这么深，水又这么黑。我跟大家讲，其实我讲白了，我就直白大白话说，只有一个方式就让那个权力者下台树倒猢狲散啊。那所有的人上面的那个重指头倒了，他才有可能说让整个权力结构解构嘛，因为上面这个重指头他就是个滥权的人嘛。你去看今天民进党的执政者，他什么嚣张的滥权不做？李彦秋就爆出来啦，对不对？台铁攸关人命的事情，工程管理的维护，工程的维护的管理费可以挪去养网军，可以挪去养网军，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吗？那些是救命钱、要命的钱呢，但是他可以黑心到拿去养网军。